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在德国科隆莱茵河边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呢，我来外景啊，跟大家一起说说话，也给大家看看，这是一个公共草地，在莱茵河我住的另一边，我住的是在有高楼那边啊，我是坐那个轻轨过来的，然后呢，在那里下车走了5分钟就到河边了。这里呢，天气好的时候，特别天气暖和的时候呢，人特别多。在周末的时候，这里呢有很多人呢在这里晒太阳呀、玩耍呀，甚至呢后面呢还有那个天体浴场，就是不管你是男女，到那边去，很多人就脱得溜光溜光的，一丝不挂，就在那里晒太阳了。甚至呢，还有一些人在草丛里啊，或者树丛里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不过这是人之常情，人像动物一样，他也有一种需求吧，对吧？只要不违反德国法律，我觉得他们干什么我都是能够接受的啊。德国呢是一个这方面性方面比较开放的一个国家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说的呢是另外一个话题，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啊。大概应该是上个礼拜吧，一个我认识的朋友或者熟人，他有一天呢在微信上面问我，他说：德国之士啊，我想移民，你觉得我应该移民去哪里更好呢？他这样问我，我感到非常突兀啊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为什么要移民呢？因为现在2025年你还想移民，我就感到非常的奇怪了啊。他说，因为呢老家的人情世务呀太多了，什么很多的交往啊，还有要处理很多邻里关系之间的事情啊，等等等等，还有亲戚朋友之间的，反正他感到比较疲惫吧。然后他还对我说，他想带着他80多岁的双亲一起移民到国外去。我听了之后，我整个人就感到不好了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啊，老人80多岁了，一直生活在比如说我们广西啊、湖南这种，还有贵州这种省份啊，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外语了啊。到时你到国外去跟谁交流呢？那一天到晚待在家，是不是像一个牢笼一样？想移民到国外去有更多的自由，没有那么多的压力。但是你到了国外之后，我相信呢，很多中国老人、华人，他不会外语的，到了国外就相当于坐牢，一天到晚在自己的房子里，除了跟自己的子女可能偶尔有一句交流之外，其余的时间根本连个人说话都没有。即使你2个老人啊，双亲都带到国外去，但是你不可能2个老人一天2眼看着对方变成4眼互对吧？然后说来说去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，怎么办？干瞪眼啊！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，你跟外界没有交流，没有互动，那有一天你会感到非常绝望，会抓狂的啊！我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，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移民，那我建议你呀，移民之前，你先到国外去，最好带着你的父母，因为你要带着你父母移民嘛，你要带着他们去国外旅居至少半年到1年时间，而且不要去旅游景点，直接像当地人一样，在当地租一套房子，然后呢，像当地人一样生活，这样啊，起居跟当地人一模一样，然后呢，尽可能与当地人看有没有交流，一定要半年以上，因为太短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国家要移民的那个社会到底怎么样。我问他呀，你想移民？那你肯定得要有一定经济实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经济实力，可以去国外去旅居它半年呢？你想移民去那个国家，肯定你已经想到了，签证没有问题吧，对吧？那么旅居的签证也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所以他听了我之后，他也有一些他的想法了。我说，到了国外之后，你要有这样的想法，把你在中国的钱拿到国外去花，你移民肯定是想一个比中国更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更好的地方肯定是所谓的发达国家。那发达国家它的物价是很高的，一般可能要比我们中国这边高至少2、3倍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来在国内有300万人民币，那么你到了国外之后，相当于你一下子只有100万人民币了，它的购买力只有原来在国内1/3这样子。我说你这个经济实力够不够？
你要做好这样的打算，就是你一分钱在当地都挣不了，没有那个能力挣外国人的钱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活下去？你用你原来中国带去的钱能够活下去几十年吗？大半生吗？然后呢，你的父母他们某一天老死之后，他们那个尸骨埋在哪里？是不是也埋在国外呢？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。然后我问他，你说要移民，我相信呢，你已经肯定做好了打算，到底移民去哪个国家，或者你有目的地。他说他想去日本。我听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我就又有我的想法，因为日本这个国家，我也告诉他是停滞了30年的一个国家，而且据我的观察，日本呢，它的未来更暗淡。因为很多产业都一一被中国超过了，它整个国家的福利体系也很难再去支撑。因为你没有产业的时候，那你这福利怎么去持续下去？它是不可持续的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日本的什么经济啊、科技现在都不行了，那今后那个国家的国运是越来越差，你这样移民到底是不是明智呢？另外第二个。就是日本呢，这个民族呢是非常仇视中国人的一个民族。那么你到那边去，你带着钱去，然后呢还要看人家脸色，做那个地方的2等3等公民。你觉得养人鼻息的这样生活的方式，然后带着你的父母在那边受气，花钱买罪受，值不值得？我说对不起啊，这是我非常真实的想法，希望你好好思考一下，因为毕竟呢我们是熟人是朋友，所以呢你既然问了我，那我就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你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我在国外生活了30年，我已经对国外还有对我们中国有相当的了解。因为现在所谓的西方国家几乎呢都是在走下坡路的，而中国虽然这几年经济有点停滞，全世界差不多对吧？但是长远来说，中国还是在走上坡路的，而且中国现在呢各方面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对不对？生活水平也一直在提高，国外的生活水平呢一直在下降的啊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特别慎重。所以最后我还是建议他，我说如果还有这个移民的打算，一定呢要到你的目的地那个国家去旅居，一定要半年以上，不要太短。如果是你想逃离的话，中国那么大，你不一定要待在比如说湖南呀、四川呀，你的老家，你可以选择一个远走高飞的省份呀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南方的，你可以去西北呀，去新疆。新疆那边的气候，我认为呢可能要比我们广西啊或者湖南这边更好，因为那边更干燥一些，而且你可以选择季节啊，比如说，你冬季呢你就回到比如说广西、湖南，然后呢夏季啊或者秋季你就到那个东北呀，或者是你到那个新疆啊或者云南那边去，这样你可以远离你的亲戚朋友，对吧？也一样啊，而且没有语言的问题，你想回来就可以回来。他可能听了之后还是有一点感触啊，他可能想不到我不太建议他现在移民。确实啊，到2025年你还想移民这些国家，我认为啊，目前这些国家除了美国，目前所谓的有规模的国家之外，还在有所上升之外，其他国家都是在走下坡路，而且美国这种体制，它是分分钟有可能出现问题的，出现那个动乱，出现内战的。你看，就像现在从洛杉矶发起的这个所谓的特朗普说是内战，是被那些非法移民入侵了一个州。特朗普说要去解放呢洛杉矶，而且现在那个蔓延到比如说那个旧金山呀、纽约呀，还有其他那个城市去了。目前看来啊，美国社会是越来越撕裂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搞得不好，可能美国也有内战的风险。那么，如果你移民到这种国家去，今后也可能就像1949年你加入国民党一样哦。这是我的苦口婆心的一种话吧，我希望他能够听得进。反正我告诉他了，这是我的意见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现在呢，我正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呢。我已经今年2月份的时候把我的材料经过这边驻外领事馆的审查，2次审核之后通过了，然后呢，把我的材料返回到中国北京的中国移民局去了。我的材料审查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，正常情况下，
要2年左右才能批下来，也就是呢，我要2027年左右我才知道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到底是不是能够批下来。不过这无所谓，我已经试了。如果是到时批不下来，那我只能接受我自己的命运了呗，对吧？谁叫我当年不经思考就加入了德国国籍呢？这是我自己啊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如果是这次呢，中国给我后悔药吃，我就感到非常高兴。如果不给我后悔药，不怪谁，只怪我自己。我说我现在都要恢复中国国籍，然后呢，你反而还想放弃中国国籍，移民到国外去。这一点呢，我希望呢你也思考一下。当然，也有不少的朋友也提醒我，他说：“你真的想放弃人人都羡慕的德国国籍吗？因为德国国籍的含金量特别高呀，可以什么，说走就走，去世界上189个或者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免签、落地签等等。但是如果你拿中国护照，那就不方便了哦。但是我觉得哈，既然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，我肯定思考过，确实目前来看，拿中国护照这个出行肯定是没有德国护照方便。但是我已经去过世界上我想去的国家和地区，我几乎都去了。而没有去过的，比如说像俄罗斯，如果是你拿中国护照，反而不用签证；你拿德国护照，反而要申请签证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各有利弊吧。而且对我来说，目前呢，这个旅行自由并不是第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，一个身份认同要比这个旅行自由所谓的那个这个护照含金量更重要。因为我拿到这个中国身份之后，我就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，对吧？现在其实因为我拿的是德国护照，我是海外华人，也就是我是假的中国人，虽然我内心还是认同我是中国人的啊。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他了，他也感到非常的惊奇。他想不到，就是我在国外30年之后，又想申请恢复中国国籍，而他自己呢，却想逃离中国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父母其实他退休金挺高的，应该有2万块钱左右。在一个经济并不是特别发达的省份，其实他的父母的那个退休金已经非常高了。也就是说，拿他父母退休金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大陆啊，或者在中国，他超过了95%甚至98%的中国人，就那么高，他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。可是即使这样，他们说他们还是想移民。我猜他的父母呢，可能在文革的时候可能吃过了一些亏吧。虽然现在他们的退休金很高，但是还是愿意跟着自己的孩子想出国移民去国外去。像这些人，我相信呢，一般都是没有海外经验的。一旦他们移民到国外去之后，他们有了那个切身的体会，他总有一天肯定会后悔的。我希望那天呢，他们有后悔药可以吃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人，他问我，上个礼拜他说想移民，带着父母80多岁父母移民，然后问我到底移民去哪个国家更好。这是我跟他的一段交流，我跟他真的是把我在德国的这几十年的经历我告诉他了。我说西方国家现在目前一般都是在走下坡路，而中国是在往上走的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一点，不要轻易谈移民，更不要轻易放弃你中国的身份。在这里呢，也是奉劝很多其他的人看咱们频道的朋友啊，这是我非常切身的体会，也是切肤之痛吧，切肤之痛可以这样说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我今天下午呢，在德国科隆向大家说拜拜了，我们下期见。